首先，我们来看看巴菲特这封引起轰动的遗信，它的核心内容和警示到底是什么？这封信其实是巴菲特最新一次致股东的公开信。由于他年事已高，许多人戏称他是他的临别赠言。在信中，巴菲特罕见地谈到了宏观经济和政治话题。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指出美国政府巨额举债、滥发货币的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财政愚蠢盛行，纸币的价值终将蒸发。这句话形象地警告我们，如果美国继续不负责任地大量举债、印钞票，美元这种纸币最终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要知道，一向谨慎乐观的巴菲特很少用如此尖锐的语言来评点经济政策。这番警示显示出他对美国未来通胀和金融稳定的深切忧虑。巴菲特甚至呼吁政府保持克制，维护美元的信用。他提醒道，在一些国家，不断透支财政、狂印钞票已经变成家常便饭，最终都让自己的货币变得不值钱。显然，他是借历史经验在敲打美国决策者，意思是千万别让财政愚蠢在美国盛行起来。除了这则震撼性的警告，巴菲特的这封信中也重申了他一贯的投资原则。他强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倾向于长期持有优质企业股票，而不是持有现金。但矛盾的是，目前伯克希尔却持有异常庞大的现金储备。这一点巴菲特在信中也有所提到。他说，因为找不到足够便宜、值得投资的好标的，他宁愿让资金趴在账上，等待机会。截至最近，伯克希尔的现金及等价物储备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过去2年中，巴菲特竟卖出了上百亿美元的股票，手中的现金反而翻了一番。这些举动被视为一种市场信号，巴菲特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当前市场估值的担忧。在他看来，宁可错过一些涨势，也不要贸然在高估的市场上追高投资。综上，巴菲特通过这封信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很明确，当前的市场环境潜藏风险，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他亲自发出的警告，加上他保守的持仓策略，无疑是在提醒大家，现在可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市场崩盘事件，看看有没有和当前相似的迹象。首先要说的是1929年的股灾，这是美国股市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崩盘。当时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股市持续多年上涨，很多普通人甚至贷款炒股，人人都觉得股价只会继续涨下去。乐观情绪达到顶峰时，风险却在悄然累积。果然，1929年10月，股市突然崩跌，几天之内道琼斯指数跌掉了将近一半，随之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经济大萧条。无数投资者在这场灾难中破产，之前的纸面财富化为乌有。这次股灾告诉人们，当市场过度狂热、杠杆资金泛滥时，往往离崩盘就不远了。再来看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崛起带来了无数新机会，投资者对新经济的前景异常兴奋。当时只要公司名字里和网络扯上关系，股价就能飙升。很多没有盈利甚至没有收入的科技公司股价被炒到天上，投资人深信这一次不一样。然而到了2000年，市场开始醒悟，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在2年内跌去近80%，成千上万曾经风光无限的科技公司股价归零，销声匿迹。只有少数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比如挺过寒冬的亚马逊等，存活下来。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再次证明，当人人狂热追捧而看不到风险时，危机往往已在暗中酝酿。接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源于美国楼市泡沫和过度的金融杠杆。2000年代中期，美国房价连年上涨，银行疯狂发放次级房贷，并把这些贷款打包成复杂的金融证券卖给全球投资者。大家都以为房价只涨不跌，金融机构也借短债投长债，埋下巨大隐患。当房贷违约率开始上升时，这座泡沫大厦迅速坍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引爆了全球金融海啸。美国股市在短短几个月内腰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场危机之前，
其实也有一些敏锐的人发出了警告，例如有少数对冲基金经理提前做空房市，但大多数人仍沉浸在繁荣假象中，没有理会。最终侥幸逃顶的人寥寥无几，反而是像巴菲特这样手握现金等待机会的投资者，在绝望中出手抄底，收获了巨额回报。最近一次大的下跌发生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疫情突然爆发，引发全球市场恐慌，股票指数在短短几周内暴跌了30%左右，不少投资者仓皇出逃。所幸各国央行和政府迅速祭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美联储更是大举降息，疯狂印钞，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结果股市在短时间内触底反弹，不仅收复失地，还在随后的2021年、2022年创下新高。这次疫情引发的暴跌虽然猛烈，但恢复也快，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似乎不管出现什么危机，央行总会出手相救，股市总能微型反转。然而，这种有惊无险的经历其实埋下了新的隐患，因为过度宽松的政策带来了日后的通货膨胀，也助长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泡沫化。纵观历史，每当市场经历狂热过后，往往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调整甚至崩盘。无论是1929年的股灾、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些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崩盘前，市场上充斥着这次不一样的乐观论调。警示的声音被忽视，投资者普遍过于自信，而当泡沫破裂时，后果往往比想象的还严重。所幸，每次重大崩盘过后，市场最终都走出了低谷，开启新的复苏。但那些过于贪婪、忽视风险的人，往往已经在崩盘中损失惨重。反之，像巴菲特这样保持冷静、等待机会的人，却能够在危机过后大举出击，实现财富增长。历史不会简单重演，却常常惊人的相似。巴菲特作为经历了无数风浪的投资老将，他在当下发出的警告，不禁让人联想起这些过去的惨痛教训。说完历史，再看看当下的市场风险，当前的股市是否也隐藏着类似的泡沫和隐患呢？不少迹象表明，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首先，美国股市的整体估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牛市，标普指数等主要指数的市盈率等指标远超长期平均水平。不少明星科技公司的股价近几年翻了几倍，但他们的业绩增长却远跟不上股价涨幅。市场上充斥着对未来高增长的美好预期，仿佛股票只会涨不会跌。其次，投机氛围浓厚，一些现象让人仿佛看到了泡沫鼎盛时期的影子。前2年社交媒体上掀起的迷因股狂潮，让某些基本面糟糕的公司股价也被炒上天。加密货币市场曾在短时间内暴涨又暴跌，许多新人投资者怀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杀入市场。这种过度投机的情形和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乃至更早的郁金香狂热可谓异曲同工。第三，宏观经济环境也埋下了一些地雷。过去几年，各国央行为应对危机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海量流动性，这些资金推高了股市、楼市等各类资产价格，但副作用随之而来。通货膨胀在2021、2022年大幅抬头，美国物价涨幅一度达到数十年来罕见的高位。为了涨，美联储不得不在短时间内连续大幅加息。从2022年开始，美联储多次提高利率，使利率从接近0飙升到 5% 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利率上升对股市是重大压力。高利率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增加，盈利受压，同时债券等无风险资产的回报提高，资金从股市撤离的诱因变大。如果利率长时间维持高位，一些原本只能在低利率环境下维持高估值的公司，股价可能会大幅回调。事实上，2023年美国已经有几家银行因为利率飙升导致资产价值下跌而宣布倒闭，足见金融体系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外，美国自身的财政和债务问题也不容忽视，政府债务规模近年来急剧膨胀，联邦债务总额已超过30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战以来最高水平。每年的利息支出负担沉重，而财政赤字依然在持续扩大。
如果华盛顿无法控制住支出和债务增长，长期来看，投资者势必会对美国国债和美信用产生疑虑。这正是巴菲特在信中敲响警钟的原因所在。如果美元的信用根基动摇，后果将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再看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市场前景蒙上更多不确定性。俄乌冲突、美中贸易摩擦等都可能冲击能源供应，扰乱全球供应链，并打击投资者信心。任何一只黑天鹅的出现，都可能引发恐慌情绪，成为压垮高估值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也有乐观者认为当前市场并非泡沫，他们会指出科技创新正在带来实际盈利增长，企业利润总体上在提升，而且一旦经济下滑，美联储可能转向降息救市，因此市场或许还能在高位维持，不一定很快崩盘。然而，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越是在大家麻痹大意时，危险往往已经在累积。巴菲特选择此时保持如此高比例的现金，谨慎行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风险的判断。毕竟他并非悲观主义者，过去一直坚信市场长期向好。如果连他都宁愿按兵不动，不去追逐市场热点，那么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更该三思而后行了。目前，巴菲特麾下的伯克希尔还将大量资金投向短期美国国债和货币市场工具，通过保守的方式赚取稳定利息。这表明他宁可拿稳健的固定收益，也不愿贸然加码股市。同时，他也在寻求海外机会，例如近年来他投资了日本几家大型商社的股票，并利用日本的超低利率环境进行融资。这些举动可以看作对美国市场过热的一种对冲。当美国资产普遍偏贵时，他把目光投向那些估值较低、潜力尚未充分挖掘的市场。综合来看，当今市场的确存在诸多风险因素，从高估值、投机热到通胀、高利率，再到债务危机和地缘政治。一两个因素或许不足以击倒市场，但如果多重风险叠加，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正因为如此，像巴菲特这样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才会未雨绸缪，提前筑起防护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同样有必要正视这些风险，在投资决策时保持清醒和谨慎。那么，如果市场真的像巴菲特警告的那样出现大崩盘，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吗？其实，危机往往也是转机，关键在于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当市场陷入恐慌，股价暴跌时，往往也是优质资产变得便宜的时刻。如果我们能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买入优质股票或指数基金，那么等风暴过去，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抄底，在市场触底时进场捡便宜。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真正到了市场触底的时刻，周围充斥的往往是绝望情绪和末日论调，人们很难克服内心的恐惧，下手买进。巴菲特多次在市场低迷时大举出手，就是践行了别人恐惧时我贪婪的逆向投资原则。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果断投资了当时资金极度紧缺的公司，后来获得了优厚回报。在别人抛售逃命时，他却在捡便宜货。同样，在2020年疫情股灾后的反弹中，那些敢于在低位买入指数基金和优质股票的投资者，很快就收获了资产增长的喜悦。举个例子，假如有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恐慌阶段大胆买入指数基金，那么到2010年前后，他的投资市值可能实现翻倍。相反，如果有人在暴跌中恐慌抛售，那么不仅锁定了巨额损失，还错过了随后市场触底反弹、快速上涨的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想在股灾中逆势而为，有几点实用策略可以考虑。首先，平时就要做好现金管理，不要把所有资金100%投入股市。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手头留有一定比例的现金或流动性资产，那么当股市大跌，出现难得的便宜机会时，你才有子弹可以派上用场，能够从容抄底。巴菲特之所以敢在市场恐慌时出手，正是因为他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做后盾。其次，要制定分批进场的计划，而不要尝试一次性压注在所谓最低点。没有人能精确预测市场何时见底，明智的做法是在市场下跌过程中分批逐步买入。比如，
你打算投入抄底的资金可以分成3到5份，每当市场再下跌一段就买入一份，这样即使无法买在绝对最低点，也能拉低整体买入成本，避免过早或过晚进场带来的风险。再次选择投资标的要格外谨慎，在熊市中，几乎所有股票都会下跌，但并非每家公司都能在危机后生存下来。我们要优先考虑那些财务稳健、竞争优势明显的优质企业，他们更有机会熬过低潮，并在复苏时东山再起。而那些本身质地较差、全靠炒作支撑股价的公司，可能在这次崩盘中一蹶不振，抄底他们只会越抄越亏。因此，抄底时一定要挑好货，宁可买入行业龙头暂时大跌的股票，也不要碰基本面不佳的投机票。另外，还要重视心理因素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股灾中坚持不卖已经很难，要有勇气逆势买入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认识到账面亏损在熊市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自己选的公司足够优秀，跌反而意味着更便宜，可以带来更大的长期收益。如果担心自己承受不了大跌带来的压力，可以在平时就降低股票仓位，配置一些债券或货币基金，以减少波动对心态的冲击。最后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借钱加杠杆去抄底。低位买入听起来诱人，但如果使用杠杆，万一市场继续下跌，你可能会被强制平仓，甚至赔上本金，等不到反弹就出局了。巴菲特一贯反对普通投资者借钱炒股，因为那太容易让人在剧烈波动中陷入被动，甚至破产。总而言之，市场崩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对于那些提前备好现金、精选标的且保持理性的人而言，股灾反而可能成为难得的投资良机。正如中文里危机一词所揭示的，一个意味着危险，另一个意味着机会。只要我们有计划的行动，在别人恐惧绝望时保持冷静并敢于出手，往往就能在市场恢复后获得丰厚的回报。巴菲特用他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最后，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的市场走向。巴菲特的警告是否意味着股市必然会崩盘？其实未必。短期市场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多种不可预知的因素，谁也不能100%断言未来一定会如何。巴菲特自己也承认，他无法精确预测股市短期的涨跌。但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市场中累积的风险确实比过去几年要高得多，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保持谨慎。一种可能的情景是股市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次大幅调整甚至崩盘，也许引爆点会是某个意外事件，比如某家大型金融机构出问题，或地缘政治冲突突然升级，又或者通胀失控，迫使央行更激进加息。当泡沫被刺破时，股指可能在几个月内下跌3成、5成，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不过，经历痛苦的出清后，市场将淘汰掉一批脆弱的企业，留下的强劲公司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的崩盘过后，存活下的市场参与者往往能分享到随之而来的复苏红利。就像凤凰涅槃一般，市场会在废墟上重生，再度开启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当然，面对严重的危机，各国央行和政府通常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往往会出台强有力的救市措施，在一段时间后帮助经济和市场重回正轨。另一种情景则是不出现剧烈的单次崩盘，而是一个缓慢消化泡沫的过程。未来几年股市可能整体涨不动，呈现震荡下行或长期横盘，通过时间换空间，让企业盈利逐渐赶上股价。如果走出这种慢熊走势，投资者不会经历短期的大起大落，但可能要忍受较长时间的低回报甚至小幅亏损，这对耐心是个巨大考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漫长熊市的例子。1970年代，美国因经济滞胀，股市调整了将近10年，而日本股市自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更是30多年都未能重回当年高点。当然，也存在一个相对乐观的可能，如果在各方努力下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市场也许只经历温和的回调，就重新恢复升势。比如通胀率持续下降，美联储及时停止加息，甚至转而降息，而企业盈利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那么股市可能不会出现惨烈的崩盘，
而是以相对平稳的方式度过调整期，进入下一阶段。不过即便如此，未来股市的平均回报率大概率也会低于前些年那种大牛市时期，投资者仍需要降低预期，做好资产配置，而不能幻想行情永远像过去一样疯狂。总的来说，未来市场有多种可能性，从剧烈下跌到温和调整，但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遵循投资基本原则永远是明智的。巴菲特的建议无非是提醒我们保持理性，不要过度杠杆，不要被贪婪蒙蔽双眼，也不要被恐惧吓倒。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与其绞尽脑汁猜测崩盘何时到来，不如确保自己的投资组合能扛得住风雨。要做好资产的多元分散，确保在紧急状况下有充足的流动性，不会因为1-2年的市场低迷就陷入财务困境。这样，无论市场短期如何波动，长期来看，我们都有机会笑到最后。巴菲特毕竟已经90多岁了，他见证过无数次经济周期的兴衰，他的这封遗信凝聚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也包含着对后辈投资人的谆谆告诫，既要对市场保持敬畏，又要对未来保持信心。投资如人生，既需要防范风险的危机意识，也需要把握机遇的勇气和远见。只要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冷静应对眼前的风险，并坚持长期投资的信念，那么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有望在风云变幻的股市中立于不败之地。